靠你自己了。说完，萧炎就盘腿坐下，闭眼修炼，开始恢复消耗的斗气。修炼了半天，萧炎睁开眼睛，发现药老还是没动静。他皱了皱眉，但也没慌。他知道融合肯定不容易。他开始琢磨自己的实力还在一星斗尊，不过最近的战斗让他收获不少，已经接近一星斗尊巅峰了。萧炎心里清楚，要是按正常修炼到2星斗尊得半年，可魂殿的强者还没来，他得赶紧提升实力。他突然想起吞噬异火能快速提升实力，但除了3000焰炎火，其他异火都没消息。他翻了翻那件，发现3张古老的地图，上面有净莲妖火的信息。他研究了半天，还是没看出个所以然，只能叹气，希望找到最后一张地图。他又拿出几块斗圣骨骸碎片，用3000连星火煅烧。2天后，骨骸化灰，露出3滴斗圣骨髓。萧炎把2滴收好，吞下1滴，炼化后实力直接提升到2星斗尊。他正准备出塔，突然石塔震动，外面传来魂殿的冷喝声，威胁交出他和药老。萧炎脸色大变，魂殿终于来了吗？星陨峰上，星陨阁的弟子们一个个站起身来，看着天空。他们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，但能感觉到今天星陨阁可能要摊上大事了。山顶广场上，风尊者、天火尊者、小医仙都聚在一起，面色凝重。天火尊者皱着眉头说道：“魂殿的人来了。”小医仙也跟着说：“外面气息很强，魂殿这次是真打算血洗星陨阁，杀鸡儆猴啊。”风尊者倒是挺平静，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风尊者一挥手，天空的星陨大阵波动起来，外面的情况一下子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外面全是黑雾，还有100多道身影站在黑雾上，阴森森的。小医仙一眼就认出了领头的摘星老鬼，还有黑白天尊，这几位可都是狠角色。风尊者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魂殿直接来了3名天尊强者，看来是真把我们当回事了。”星陨阁的长老们都有些慌了。风尊者呵斥道：“慌什么？魂殿这次就是想血洗星陨阁，我们只能拼命。”他看向众长老，问他们怎么办。长老们纷纷表示，星陨阁是他们的根，他们会誓死相抗。风尊者大喝一声：“好，今天我们就拼了！”外面，摘星老鬼冷笑着让风尊者教人，说星陨阁的大阵保不了他们。风尊者没搭理他，摘星老鬼就和黑白天尊一起出手攻击大阵。3名5星斗尊的强者，那威力可不是盖的，大阵眼看就要撑不住了。风尊者心里一沉，他知道摘星老鬼3人是大麻烦。他咬咬牙说：“我来阻拦黑白天尊，争取时间。”小医仙他们一听就急了，风尊者一个人哪是对手啊？就在这时，萧炎突然出现了。星陨阁的弟子们一下子精神起来，因为萧炎在中州那可是大名鼎鼎，他的实力大家都知道。风尊者惊喜地问道：“药尘呢？”萧炎摇头说：“还需要时间。”他盯着摘星老鬼，心里想着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。青灵也站了出来，说要对付最后一位天尊。小医仙有些担心，但青灵很坚持。萧炎想了想，也同意了。他挥挥手，11具傀儡浮现出来，然后说：“打开大阵吧，要破了。”大阵一散，天地都暗淡下来，黑雾弥漫。摘星老鬼看到萧炎，冷笑说道：“萧炎，我说过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这一次，老夫倒是要看看，还有谁能救你。”听到摘星老鬼的话，萧炎却是一脸淡定，直接升空，冷冷地看着那漫天黑雾。他心里清楚，这动静这么大，肯定有不少势力在暗中看着。星陨阁这次要是能挺过去，那可就一飞冲天了；要是不行，估计就得从中州除名了。黑白天尊看着摘星老鬼啰里啰嗦，直接让他动手。摘星老鬼冷哼一声，手一挥，大喊：“血洗星陨阁！”魂殿的人瞬间就冲了上去，黑雾里全是杀气，星界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。萧炎在空中盯着摘星老鬼，那些魂殿的人靠近他10丈，就被他一股脑震开了。摘星老鬼咬牙切齿地说要亲手抓萧炎，脚一跺就冲了上去。黑白天尊也不闲着，刚想进星界大开杀戒，突然一道金光冲过来，原来是萧炎的天妖魁。黑天尊接了下来，说要对付这个傀儡。白天尊正想进去，青灵突然冒出来，笑嘻嘻地说要跟他打。白天尊一愣，但也没客气，直接动手。青灵眼睛一变，碧蛇3花瞳亮了出来，一股妖异能量扩散开来。白天尊虽然惊讶，但还是出手了。青灵灵活地躲开，两人战成一团。这边萧炎和摘星老鬼也撞在了一起，斗气余波震得山石乱滚。萧炎现在可是2星斗尊，再加上天火3玄变，已经能正面硬刚5星斗尊的摘星老鬼了。摘星老鬼越打越震惊，这小子进步太快了，他都有点慌了。两人在空中打得你来我往，每次碰撞都惊天动地。星界里到处都是厮杀声，星陨阁的弟子们抱团抵抗，虽然单打不过，但人多力量大，魂殿的人也一时占不了便宜。风尊者、小医仙他们也加入了战斗。魂殿这次来的人太多了，个个都是狠角色，风尊者他们也拼了。星界外面一大堆中州的强者和眼线在看热闹，有人觉得星陨阁完了，
有人觉得这是个机会，说不定能趁机崛起。不过大家都清楚，星陨阁这次形势不妙。就在大家都为星陨阁捏把汗的时候，后山石塔里闭目躺着的药老手指突然抖了一下，紧接着石塔里的空间直接碎裂，化成烟灭。天空中，萧炎和摘星老鬼的战斗可真是火药味十足。两人在天上一碰面，那斗气冲击简直就跟炸弹爆炸似的，周围100丈之内谁都不敢靠近。萧炎被震退10几步，但他却笑了，他终于能跟摘星老鬼正面刚了。以前只能靠速度躲闪，今天这正面交锋让他爽得不行。可摘星老鬼的脸色就难看了，当着这么多魂殿强者的面，他居然拿不下萧炎这个小辈，这脸往哪搁啊？他冷哼一声，说要看看萧炎能耗多久。萧炎心里也清楚，星陨阁的弟子们虽然在抵抗，但伤亡已经开始出现了，再耗下去可不是办法。萧炎心里一琢磨，得赶紧解决这老鬼。他从那戒里掏出几颗恢复斗气的丹药，塞进嘴里，但没急着吞，然后开始运转斗气，右掌渐渐泛起暗金色光芒，一步步朝着摘星老鬼走去。摘星老鬼看到萧炎这架势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。他可不把萧炎的斗技放在眼里，唯一让他忌惮的是萧炎的火莲，但那玩意儿今天还没见踪影。摘星老鬼心想，萧炎现在靠秘法提升实力，等秘法时间一过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让你看看5星斗尊的真正力量！摘星老鬼大喝一声，斗气瞬间凝聚成一把漆黑的大刀，这刀锋利得吓人，轻轻一挥就能划开空间。他大喝一声，碎星斩！无数星辰汇聚到刀上，刀芒瞬间暴涨，上百丈的刀芒带着空间碎片，像闪电一样朝着萧炎劈了过去。这一刀下去，周围的人都惊呆了。围观的强者们都知道，这是摘星老鬼的杀手锏——碎星刀。当年不知道多少强者死在这刀下。现在看到这一幕，大家都觉得萧炎这回估计要吃大亏了。唉，这萧炎怕是要倒霉了。星陨阁外面的强者们纷纷摇头，觉得萧炎这次可能扛不住了。萧炎面对摘星老鬼那能把天地撕裂的刀芒，眼神微微一变，脚步停了下来，右掌上的暗金色光芒越来越亮。摘星老鬼看到萧炎停下，还以为他被吓到了，冷笑着说：“现在想跑，晚了。”可萧炎根本没理他，眼睛死死盯着右掌。突然，一点极度深邃的黑芒从金光里浮现出来，金光瞬间被吞噬，黑芒越来越大，萧炎体内的斗气飞速流逝，他赶紧把嘴里的丹药吞了下去。这时候，那上百丈的刀芒已经快劈到萧炎面前了，劲风刮得他皮肤都出血了。摘星老鬼大笑起来，觉得这次萧炎肯定逃不掉了。可萧炎脸上却露出一丝淡淡笑容，手掌猛地按在面前的虚空中，大喝一声：“大天造化掌！”一掌下去，空间瞬间崩塌，一个漆黑的光圈从萧炎掌心扩散开来，直接撞上了那刀芒。奇怪的是，两者相撞居然没有爆炸，刀芒就像掉进了黑洞一样，瞬间被吞噬得干干净净，连一点波动都没有。这一幕看得周围的人都惊呆了，摘星老鬼的攻击那么强，居然被萧炎轻易化解了。摘星老鬼也懵了，等他回过神来，看到那熟悉的黑色光圈，惊恐的大喊：“大天造化掌！天阶斗技，你怎么得到的？”他想起当年在远古遗迹看到过这招，当时就被吓到了，没想到萧炎居然掌握了这种恐怖的技能，一定是那3根肋骨。摘星老鬼反应过来，后悔的要命，当初萧炎从骨骸上扳断的肋骨肯定藏着天阶斗技的秘密。他心里骂着萧炎狡猾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黑色光圈正朝着他扩散过来，他只能拼命后退。想跑？萧炎冷笑一声，手掌一震，光圈扩散速度瞬间加快，还带出一股超强的吸力。摘星老鬼的速度立刻被拖慢，他惊恐地看着那飞速蔓延的光圈，他知道一旦被吸进去，自己肯定没命。摘星老鬼拼命打出一道道斗气，但这些攻击碰到光圈瞬间就消失了，根本不起作用。他心里一阵无力，知道自己这次真的完了。死！萧炎眼神一冷，光圈扩散速度再次加快。九天尊大人，救我！摘星老鬼在最后关头只能扯开嗓子大喊救命，凄厉的叫声在整个天空回荡。萧炎心里一惊，这魂殿居然还藏着大招。那九天尊一出现，摘星老鬼瞬间就从惊恐变成了救命稻草。萧炎心里清楚，这回麻烦大了。九天尊一挥手，云幕瞬间凝聚，硬生生挡住了萧炎的黑色光圈。但萧炎可不是吃素的，光圈速度瞬间加快，直接突破雨幕，把摘星老鬼的双脚都吞了进去。摘星老鬼惨叫连连，但九天尊根本不在乎，抓着他就跑。萧炎可不想放过摘星老鬼，光圈速度再次提升，瞬间追上，直接吞掉了摘星老鬼的半截身子。这下摘星老鬼彻底完了，九天尊也只能停下来看着萧炎，眼神里满是凝重。九天尊开口说道：“不愧是萧玄后人。”但萧炎根本没搭理他，只是警惕地看着他。萧炎心里清楚，九天尊绝对不比太虚古龙一族的黑琴弱。九天尊似乎对萧炎的血脉很感兴趣，但萧炎自己也是一头雾水。他知道自己能有今天，靠的全是自己的努力和一伙。
哪有什么血脉之力？九天尊似乎看出了萧炎的疑惑，淡淡的说：“等到了魂殿，会有人给你讲清楚的。”萧炎心里一紧，九天尊这话的意思是要把他抓回去不成？萧炎冷笑一声，斗气和异火瞬间凝聚，准备拼死一搏。但九天尊根本不给他机会，身影一晃就出现在萧炎面前，一掌拍来。萧炎咬牙硬拼，火龙与九天尊的掌力相撞，瞬间爆发出白雾和嗤嗤声，一声巨响，萧炎被击飞，砸在山壁上，嘴角吐血。他心里清楚，面对九天尊，自己根本不是对手。九天尊缓缓伸出手，准备抓他。就在萧炎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一只手臂突然从萧炎身后伸出，稳稳抓住了九天尊的手掌。紧接着，一个苍老而平静的声音响起：“要带走人，光凭你九天尊还没这个资格。”药老突然现身了。九天尊一看到药老，瞬间就懵了，因为他发现药老不仅恢复了身体，实力还比以前更强了。这下九天尊心里直发慌，他知道自己不是药老的对手。萧炎看到药老出现，激动不已。药老微微一笑，让萧炎先去帮其他人，自己来对付九天尊。萧炎心里清楚，药老现在的实力太恐怖了，就连九天尊和黑琴都比不上他。药老淡淡的说道：“魂殿并非无敌，你们的对手也不少。今天你们伤了我的弟子，这笔账总要算一算。”九天尊一听，气得脸都绿了，但他知道自己打不过药老，只能硬着头皮攻击。药老轻轻一挥手，就把九天尊的攻击破了。药老一掌轰出，空间巨手直接把九天尊震退了上百米，还让他受了伤。这一幕看得远处的强者们目瞪口呆，纷纷惊呼：“药尊者药尘回来了！他居然恢复了巅峰实力！”药老当年在中州的名头可不是盖的，他重现江湖，这可真是惊天动地的消息。萧炎看到药老占了上风，心里也松了一口气。他知道有了药老在，星陨阁以后就不怕魂殿报复了。不过萧炎也没闲着，他看到天妖魁快撑不住了，就准备出手帮忙。就在这时，药老也察觉到了星陨阁弟子们的困境，他一挥手，空间巨手直接把黑白天尊打飞了。那些魂殿强者看到药老的恐怖实力，吓得四散逃跑。九天尊看到局势失控，心里直冒火，但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。九天尊咬咬牙，开始结印，一道空间裂缝缓缓撕开，一股冰冷彻骨的气息从中传来。药老眉头一皱，轻声说：“连八天尊求的都来了吗？”九天尊和八天尊联手，搞出一个巨大的冰球，那能量波动简直能把人吓尿。所有人都以为药老这次要硬接，结果药老轻描淡写的一挥手，冰球瞬间就停了。这操作太秀了，九天尊和八天尊都傻眼了，他们联手的攻击居然被药老轻易化解，这怎么可能？药老淡淡的说：“现在的我并非是斗尊巅峰，而是半圣。”这一下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半圣，那可是比斗尊还牛的存在啊！药老这波操作直接把魂殿的两位大佬给镇住了。星陨阁的弟子们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欢呼起来。他们知道有药老在，星陨阁这次肯定能挺过去。半圣这俩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，把九天尊和八天尊都震懵了。半圣，那可是斗尊巅峰强者的绝望之渊，大多数人都卡在那儿，一辈子都上不去。药老居然突破了，这俩魂殿的强者心里肯定凉透了。星陨阁的弟子们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欢呼起来。风尊者他们也是一脸狂喜。半圣啊，这可是质变的飞跃，星陨阁这回要大兴了。那些本来想跑的强者也停了下来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星陨阁出了个半圣，这消息肯定会在中州掀起一场飓风。星陨阁以后谁还敢小瞧？萧炎在山峰上也是一脸惊喜，他也没想到药老能突破到半圣。虽然这次炼制躯体的材料都很上等，但突破斗尊巅峰这种事太难了，连萧炎自己都不敢想。药老在天空上轻轻一握，那巨大的冰球瞬间爆裂，恐怖的能量风暴被他轻易化解。九天尊和八天尊被震得吐血，他们心里不甘心，但面对半圣，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机会。九天尊当机立断，拉着八天尊就跑。药老微微一笑，对着他们逃跑的空间裂缝就是一掌，两道血溅喷出来，又被药老轻易化解。九天尊愤怒地咆哮说：“魂殿不会善罢甘休。”但药老根本不当回事。药老现在可是半圣，可不再是当年的药尊者了，现在应该叫他药圣。这回星陨阁彻底翻身了，魂殿再想动他们可没那么容易了。药老虽然没把那两个家伙留下来陪葬，但萧炎知道药老心里肯定有杀意。不过星陨阁的弟子们伤亡也不少，这仗打得惨烈，但好在有惊无险。风尊者带着人过来恭喜药老，药老也挺欣慰的，毕竟这一切还得感谢萧炎。萧炎这小子不仅帮药老恢复了巅峰实力，还让他突破到了半圣，这可是质的飞跃啊！风尊者说，现在魂殿肯定不敢轻易来犯了，星陨阁有了半圣强者坐镇，那可不一样了。而且药老还是大陆第一炼药师，这招牌太硬了，只要消息传出去，肯定会有不少强者来投靠。果不其然，星陨阁在平静了几天后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，各方势力的首脑和老一辈的强者都来拜访。
星陨阁的声势瞬间大振。那些曾经和药老、风尊者有交情的老怪，也纷纷接受了邀请，成了星陨阁的客卿长老。这下星陨阁可真是今非昔比了。有了这些强者的加入，星陨阁的实力瞬间提升了一个档次。